我和老公晋安认识第18年结婚了。那年我22，他23，我们俩英年早婚。我们结婚时他还是个平平无奇的28线小群演，没事跑跑龙套，找点男七男八演。他演戏一不是为了赚钱，二不是为了梦想，就单纯的为了好玩。他平日里除了搞投资，就是去演戏，爱演不演的。然后没2年，他因为在青春剧一个画面太过漂亮，意外的红了。他红完之后，事也就跟着多了起来。他跟他姐吃饭，被拍照了，狗仔说是女朋友。他跟他工作上司一起吃饭，被拍照了，狗仔说是小三。他跟我妈一起出去吃饭，又被拍照了，狗仔继续编，那是他傍的富婆，赚钱主要养女朋友和小三。我妈在家看着新闻乐得，给我打电话，问问我包养小白脸，他家小五需不需要资助养。而我妈口中的小五就是我，狗仔的嘴使劲的吹。在狗仔嘴里，我已经在小三小四都排不上号了，直接小五了。此时我抱着西瓜踹了踹晋安的腿，滚啊，去找你家正室带小三小四去呀。他被踹也不生气，殷勤帮我捶腿，他们都已经是过去，素来只听新人笑，哪管旧人哭，我这不是已经有小五了。他跟那大狗似的蹭过来，又被我踹开，老夫老妻的，你亲一口晚上都得做噩梦的。那晚上不睡了，做点别的。他说完，照着我脸上吧唧一口，我又踹，他闪身了，闪完还冲我挑眉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。他把空调调高了点，转身去做饭了。因为狗仔和营销号的各种各样的编排，他靠着各种奇怪的绯闻，在网络上又小火了一把。有人斥责他是渣男，有人说他是男人本性。他被传的都快有小18了，我都没怀疑晋安有什么问题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这个人我4岁就认识了。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带着皮卡丘征服世界，但世界上没有皮卡丘，只会有一群笑话他幼稚的大人。他小时候给我哭诉，大人不理解他。他长大后给我哭诉，他不理解大人，他不理解大人怎么都这么绝情。那年我19，他爸妈离婚了，他问我之后会不会也变成绝情的大人，趁他成年就不管他了。我摇摇头，但想了想又点了点头，我本来就不管你，你成不成年都不归我管。他本来还垂头丧气的，听见我这话也忘了悲伤，只蹙起眉来，这不成的，圆圆，你小时候说了，你这辈子都是我的。我蹙眉，他这句话说的不对，我小时候说的是你这辈子都是我的。我说错了吗？也没有。我咬着雪糕，他也咬，大约觉得自己的不好吃，咬了我的一口。我给了他一拳，扔了雪糕。晋安，你别恶心我，你这人才19就嫌弃我恶心了，我们以后怎么办啊？哎，怎么办？我下午有课，赶紧陪我去吃饭。哦。夏日的蝉鸣声配合着晋安垂头丧气的模样，叫得更欢快了。晋安就是个没心没肺的，他难过了没几天，转身又该干什么了。他最近都很忙，后来一问，他才说他爸妈给他留了一笔钱，他开了个公司。他是学金融的，我是学美术的，他的公司我不懂，我也很少过问。直到有一天，学校开始传言说金融院的晋安有钱了，开始包养女大学生了。流言穿得绘声绘色，什么夜战7人，什么双宿双飞，我蹲在画室边缘吃瓜，听他们说的绘声绘色。后来吃完瓜，我室友戳了戳我，圆圆，你男朋友不也是金融院的？认识晋安吗？认识，叫什么呀？给我打听打听八卦呗。晋安。那一天风格外大，我给晋安打电话。晋安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被嘲笑了。他当时就怒了，谁敢嘲笑你？我朋友，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嘲笑啊？为什么？他们说你在外边包养10几个，我还在傻傻相信你只喜欢我。电话那头微微停顿了一下，下一秒我听见他乐了。圆圆，过来找我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就是去见了，他们也不信，你抱着玫瑰亲自来我宿舍楼下解释好不好？等我。我挂了电话，回画室继续画画。那一天，晋安跟开屏的孔雀似的，一身骚气的西装。他抱着玫瑰，学着年少最火的电影，拿着大喇叭。绘画1703班圆圆同学，你能下来一趟吗？我站在楼上，
我觉得我应该倒盆水下去，但又觉得建安今天西装挺贵的。我下去了，建安对着学校贴吧的传言一条一条给我解释。后来表白墙和学校的贴吧少了很多流言蜚语，建安没有签公司，没人帮他处理这些虚假谣言。有一些谣言越传越广泛，本来以为过段时间热度降下来，网络就会自动消停的，结果有人不死心扒出来建安的微博，又扒出来建安的名字，又一轮热度，大家还开心的在各个社交平台翻找建安的账号。我看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给建安打电话，找一下叔叔吧。事情在蔓延，容易控制不住。隔着屏幕，建安长叹一口气，那老头估计又要骂我，我都25、6了还要被骂，好难过的。换个角度想想，你今天回家会有我给你亲手做的小蛋糕。建安笑了一下，好。当天晚上，建安一身酒气回来了。怎么喝了这么多？他凑过来抱着我就不撒手。老头让我去见什么叔叔伯伯，那些叔叔伯伯真狠啊，一杯酒都不让我逃，一身的酒气，快去洗澡。不要，心灵受到了伤害，要老婆抱抱才好。幼稚，我乐意幼稚，我老婆乐意惯我，你想幼稚，你老公还不惯你呢。啊，对，我老公没你老婆好，傻子，滚去洗澡。我的小蛋糕在桌上放着了，热度被进富找人完全压下去了，但建安微博还是聚了一群人。有人追问他，真的那么靠傍富婆养了多人吗？他义正辞严回道，没有，我有夫人，纯属造谣。一群人在他的回复下面又讨论开了，还有男生私聊他问他傍富婆的秘诀。建安这个脑抽的，第二天还真写了3万字秘诀。傍富婆第一条，首先你家得有钱，你得有个富婆邻居。傍富婆第二条，你要和你老婆青梅竹马，然后学会卖惨卖乖，获得老婆芳心。傍富婆第三条，得有个年轻漂亮的富婆喜欢你们，这个你们学不来，因为我老婆只喜欢我，你们不行，我老婆不喜欢你们，你们傍不了。剩下我没看，我能想象到他这些无用的话会写多少。他还可能暗戳戳的把我们从小到大的事再写一遍。他那是叫人，他那是恨不得在全世界秀一遍恩爱。我又想起我和建安初见的时候，他自小就是心机 boy， 3、2句话就把我家爸妈骗得跟他爸妈似的。我们家刚搬过来没2天，刚好是万圣节，建安组织了一大帮小孩晚上在整个别墅区要糖。要到我们家，他摁门铃，保姆在做饭，我开里面的门，却站在院子门口瞧着他们，没敢开院门。他看着我伸手给糖，我摇摇头，没糖，我也是小孩。他挑眉，你爸妈呢？不知道去哪了，反正没在家。隔着栏杆，他看着我，那你出来吧，我有糖，你跟着我，我给你吃。我不能出门，我爸妈不让。他哄骗道，你看小孩子万圣节都要吃糖的，我有糖，你要不让我去你家玩，这样我的糖都是你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你的。我把院子开了条小缝，独独放他进来了。他身后的小孩们面面相觑，建安小大人一样摆摆手，你们先去别的地方要糖吧，我给他分完糖就去找你们。小孩走了，我瞧着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建安。建安取去下斜挎的袋子递给我，满满当当的袋子，各种各样的糖果。你要走吗？我抱着糖果问他，他摇摇头，不要。他跟着我进屋，保姆问他是我的朋友吗？他坚定地说，是。我挠挠头，抱着他给的糖嘴也软了，不好意思说不认识，只说大约是吧。我不好赶人，只坐在沙发上等着建安走，等到半夜，保姆说该睡觉了。我看着建安，建安也说你快去睡觉啊。我就回了我房间，建安也跟着我回了我房间。保姆拦住了建安，小朋友，你不回家吗？建安当时眼眶就红了，阿姨，我爸妈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回家不敢睡。照顾我的保姆看了看我，我已经乖乖躺进了被窝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你父母的电话吗？不知道，阿姨，我才5岁，外面天都黑了，我可不可以在圆圆房间的地上睡？我只有了圆圆一个朋友的。他拽着阿姨的手，5岁的小毛头很会拿捏。阿姨看着小孩微红的眼眶，怎么也不忍心把他直接扔出去。后来他在床边打了个地铺，
凌晨，有人敲响我家的门，他被抱走了。那一天，我在院里荡秋千，只听隔壁家的晋安哭得跟杀猪似的。没几天，晋安的爸妈来给我爸妈道歉，说了一堆，就是说自家孩子顽皮。说到最后，问我爸妈见晋安了吗？这孩子又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我妈喊我，问我今天有没有见晋安。我摇摇头，他们又看了看我房间，确认道：圆圆不会撒谎的。晋安父母走了，我爸妈也先走了。我在后院的破旧沙发下拉出晋安。晋安5岁，刚刚就缩在小坑里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，他拉起衣服，背上一片青紫。我略微沉默，昨天不该那么开心的。我拉着他就偷偷溜进了我房间，我给他找了药，抹完药，他都是一声不吭的。后来弄完，我找了我的衣服让他换了，他穿着粉色的小袄在我房间咬着牙哭了。他们不管我，就知道打我，我再也不回家了。我踮脚试图像我爸妈那样，摸了摸他的头，那你住我家，我爸妈很好。他摇摇头，你爸妈知道你撒谎也会打你的。不会的，我爸妈人很好，他们发现你也会喜欢你的。后来证明我说对了，我爸妈确实喜欢他，尤其看见他一身的伤时，我妈都被吓到了。后来我妈跟我爸商量，带他回了趟晋家。我不知道大人说了什么，只是我隔壁的房间被改成了晋安的卧室。晋安除了他爸妈回来的时候要回家外，平时都可以住在我们家。我和晋安遇见太久了，久到真的觉得这辈子好像一定是他一样。但生命若是一帆风顺，就不叫生命了。直到那天，我才发觉晋安真的有小三了。小三拿着验孕单到我家时，我陷入了沉思。验孕单以及一张亲子鉴定，我咬了口水果，安安静静地看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乔宇。名字挺好听的，我怎么能确定你这张亲子鉴定是真的？我3个月前和靳总见过一面，哪一天？6月12。我放下了苹果，回忆着晋安那天确实是半夜回来的，回来的时候已经醉糊涂了。为什么记得清呢？因为那天我凑近时被他推开了，那天他推开我，又一个人躲进了浴室，只是洗了3个小时的澡。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都快泡发了。我想到这抬头看着女生，她看起来21、22的样子，大好的年纪。你在这等一下，晋安晚上7点应该回来。他脸色发白，咬着下唇，您是要我和靳总对峙吗？不是，你等着就行。我说完，拿着包回家了。回到我自己的家，我的心里毫无波澜，我甚至还在看电视。我爸妈下班看着我，开始挺开心的，后来又忍不住蹙眉问我怎么忽然回来。晋安出轨了，我们要离婚。我没看我爸妈表情，但我们能感觉到两人绝对不会信。我靠在沙发上，依旧吃着水果。我妈劝我，晋安这孩子不能吧？他小时候就是为了我出车祸又怎么样？男人嘛，该出轨还是出轨。我又咬了口苹果，转身回了房间。我12岁那年，过马路碰见闯红灯的车，是晋安推开我的，只是他自己没完全躲开，被压断了腿。我在马路上哭着打120，13岁的晋安在120来之前硬是死撑着一句话不吭。少年握着我的手，看着我哭得不成样子，转而委屈巴巴的来了一句：圆圆啊，你得负责。他委屈的厉害，但我没笑出来，看着他那张惨白的脸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我和晋安牵扯太多了，我的记忆里大片大片都是他的模样，以至于有时候我都忍不住怀疑，我真的是因为爱他才和他在一起的，还是因为习惯了，怕分开会有太强的戒断反应。我坐在房间一下午，思绪都是乱糟糟的。快到傍晚时，我推开了窗户，晋安的车停在隔壁，他站在路边抽烟。我爸妈大约是又出去了，我撑着胳膊瞧着他，1米8几，五官生来就带了些傲气，看人的时候都有些睥睨一切的感觉。可在我这没有，他看我的时候就像个狂甩尾巴的大笨狗，仿佛降智一样。我之前问我过他到底喜欢我什么，他当时笑得跟个大尾巴狼了，喜欢就喜欢，还需要理由吗？我白眼都快翻到天上了。他抱着我，我从小就喜欢老婆这种永远理智的感觉，我总觉得一回头老婆永远都在，这样我就不怕了。那如果有一天
我不在了，我不想理你课，或者我生病了，或者别的原因，他当时看着我是个什么表情呢？像个胸有成竹老狐狸。不会的，我永远让老婆找不到理由离开我，如果生病了，那就治好。治不好呢？无所谓，我会陪着老婆一起死，别丢下我，一个人多孤独啊。我眯着眼捏了捏他的脸，许久收了笑，气着骂了一句，狗东西。他有些委屈，像是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，可他不问，又像是清楚我为什么生气。老婆，别骂我，我在老婆这特别玻璃心，容易碎。碎了就走啊。走不了，只能一遍一遍粘好再回来。有死了？有吗？有。金安笑了，真嫌弃呀。无所谓，我能改。我爸妈一夜没回来，金安在外边蹲了一夜。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还在那里。我喊了一声，他跟被吓到一样，从路边踉跄了一步。蹲那里干嘛？赶紧去吃饭啊。他扶着车站了起来，只一下没忍住，咳嗽了几声才愣愣答，哦，好。他说完回头走了一段，但想到什么，又忽然回头。你回家吗？我咬着阿姨新煎好的饼子，不回了。那什么时候回？我被噎到了，努力咽下，才模模糊糊的喊了句，晋安，离婚吧。晋安不说话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离婚。他站在那里，我也站在窗边，看他眼眶红了些，不知道是气还是难过。我站在那儿乐了，大约是嬉皮笑脸的模样，他更气了，开口都带了脏话。圆圆，你放他妈的狗屁！狗晋安，破防男。晋安这人一向冷静，他快把自己气冒烟时，转身吃饭去了。我妈大约是怕我想不开，一大早就回来，敲了门进了我的画室。圆圆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想离婚。这虽说出轨是无可饶恕，但晋安他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？不清楚，不了解，就要离。我继续画画，我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最后唉声叹气一句，妈到底是怕你们赌气后悔，你们在一起时间也不短，妈，我过几天出门一趟。你不会是想不开，有事给妈说啊？妈知道这是对你有打击。不是，我画展约在了上海，毕竟是我自己的画展，我也想去逛逛。你一个人？还有亲亲和她那个男朋友。我妈松了口气，但出门到门口又拐了回来。你钱还够吧？还有几千万，不过亿，您再资助点。我妈翻了个白眼，赶紧走吧。出门记得多带点衣服。我爸妈做的是东奔西走的生意，虽赚钱，但平日里很忙，确定我没事，也懒得管我。他们一向很信任我，就像季安说的，我稳妥惯了，向来叫人放心的紧。可我这次大约真的不想稳妥了。但这次我没喊亲亲，我一个人背着画板来了上海。我以为我是想来玩一趟，但到了我只是租了城中村的一套小房子，每天也懒得梳头发，没事就画画，饿了就点外卖。破破烂烂的筒子楼，早上7点就有人在院里骂街，我一边刷牙一边看。孩子的哭声夹杂着大人们失意的骂架，我隔壁是一对小情侣，还在热恋期，甜甜蜜蜜的，半夜有时候都能被某些声音吵醒。我像个电视里失意的画家，穿着染着颜料的短袖，一头乱糟糟的头发里还藏着铅笔头。季安给我打电话，被我拉黑了。星期五的下午，楼下的小学生又考了低分，一放学就开始直播打孩子。我听见动静就出来看，隔壁的小情侣也出来了。女生摇头，我以后有了孩子，可要对他好点，我的孩子要自由自在的。男生倒不在意，孩子嘛，皮事，打一打能给救回正途，有什么事？女生一听，这顿时就生气了，转身凑过来给我说，妹子，你有对象吗？有，是异地恋吧？现在异地恋不好谈啊。我和我对象之前也异地恋，闹了好长时间，差点分啊。你们这么好，也会这样吗？是啊，两个人在一起本来就是为了互相支持，可人不在身边，多少委屈都没办法说了，委屈噎在心里多了，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矛盾。你和你男朋友也注意，还是要敞开心扉多聊聊的。可如果他骗我怎么办？骗？是骗你又找了小三？这样的男人可真该死。猜得真准，但我摇了摇头，不是这样，是那种非要觉得是为了我好的欺骗。
这种可以原谅的吧。但这些欺骗让我觉得我站在了不对等的位置，我的第一感觉是厌恶。小姐姐安慰似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生命多是不圆满，不要想那么多，看打小孩吧。我低头，楼下小孩虽然没被打到，但哭得反而更伤心了。我爸妈发现我不是跟亲戚一起去的，知道的第二天就急了，连忙告诉晋安，说我来看展了。开展那天，我还没进门就被人抱住了。晋安也不说话，一抱一扛上了车，他整个人带着一些烟味，黑眼圈像是几天没睡了。他一上车就盯着我，目光阴沉极了。你不接我电话，我们都要离婚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接前夫的电话？他看着我，略微薄情的眼睛死盯着我，像要吃人的生狼一样，有点吓人。我伸手捏了捏他的脸，他也不动，我没忍住多捏了几下，然后利落的反手给了他一个巴掌。很清脆的一声，我下手不轻，他脸也跟着侧了一下。我声音很凉，晋安，你是来吓我的吗？他动了一下，抬头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蹭了过来。不是，我就是想你了，我就知道老婆还爱我，不然老婆为什么不打别人，只愿意打我？老婆肯定是不想跟我一刀两断。你最好离我远点。老婆滚一边去，一脸的大胡子，一身的烟味，什么档次也配逛我的画展。我话音落下，他看着我全是颜料的短袖沉默了。老婆，你看，没我在，谁能给你天天洗衣服？我不说话，甩开他下了车，他追过来，老婆，我现在可以解释吗？不行，我跟他没关系，他的孩子也不是我的，他有亲子鉴定，都是假的，可能是我家亲戚的。我站住了，回头蹙眉，晋安，你觉得你的话可信吗？圆圆，那天我确实被灌醉了，一醒来就在宾馆了，但我应该是醉死过去的，不可能有什么。这不是证据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可是老婆，我早就结扎了，她肚子里的怎么可能是我的？我站在展馆门口，站了许久，他在我旁边。进去吗？我捏了捏眉心，先进去吧。晋安没走，赖着他那1000多万的豪车送我回了我的小破楼，并且极为不要脸的跟着我上了楼，还试图挤进我的房子。隔壁的小情侣怒了，拿着棍子就出来了。你一个大老板怎么能欺负人家小姑娘，真不要脸。女生的棍子落下时，被反应过来的晋安利落接着，男生立马抬脚补了一脚。晋安闷声接了一脚，我们俩是夫妻，有证的那种。男生蹙眉看我，好好的一个大老板，怎么还撒谎？老婆，你说句话呀。男生看向我，我才放下瓜子，收了收脸上猖狂的笑容。对不起，他确实是我老公，虽然还在闹离婚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又盯着晋安，一脸的不信。直到晋安扒出相册、结婚证、结婚照，这是他的生日，这是我们1周年纪念日。两人看到最后，女生沉默一瞬，反而踹了身旁男生一脚。你相册有这些吗？啊，有吧。男生藏了藏手机。女生给晋安道了个歉，晋安哪敢说别的，连忙感谢别人对媳妇的保护。女生笑了笑，转身就拽着自己男朋友回去了。晋安笑了笑，咱邻居还挺好。是啊，我感慨，反应过来，什么是咱？这是我租的房子。我想关门，这次彻底没成功，他反手关了门。晋安顺势抱着我，压得我退了几步，最后摔在了床上，又在我嘴角亲了一口。老婆，我好想你，不想分开，我们不闹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我想离婚。别咬，别他妈属狗。第二天一醒，我揪着晋安出了门。晋安伸手，我蹙眉，老婆，这次跪什么？我关门，什么也不跪，赶紧滚远点。宝宝，你到底还生什么气？你问我，我都可以解释。是生气吗？确实有点。什么时候被迫做出选择都是不开心的吧？我也终于知道我一直觉得不对到底是因为什么了。如果一开始就没有牵扯，该多好啊。如果是别人的话，他至少会有选择吧。宝宝，我竖了竖中指，滚啊！不要。番外，圆圆，我向来不喜欢别人对我付出什么，在我有限的生命里，任何喜欢和付出都过于沉重。我有时候会害怕爸爸妈妈独一无二的爱，有时候也会害怕晋安不顾一切的喜欢，因为很多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没办法回报这些沉重的感情。
我很小的时候就被爸爸妈妈带着去过各种各样的医院，先天性心脏病，我的存在就像一个定时炸弹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开，更不知道这些会影响他们多久。我小时候试着劝我妈再要个弟弟妹妹，可是被我妈拒绝了。我妈戳着我的小脑袋瓜，可是宝宝呀，爸爸妈妈永远有选择只爱你的权利。大学的时候，我试图离晋安远点，我很多次甚至希望那些传言是真的，就让他成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就好。可晋安就是个大傻子，一开口就让人感到他那股显而易见的傻。少年啊，喜欢我可不是什么好事啊。可是他总那副傻德性，总觉得怎么拒绝都不对。而且我们俩青梅竹马，我们俩两小无猜。他要在我活着的时候喜欢别人，还不如在我面前直接死了好。我很矛盾，所以我摆烂了。偶尔我也会跳起来打命运的膝盖，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跪在命运面前，再让我活久一点，等我过完下个生日再死就好，下个复下个，我在奢求，却也珍惜。后来我也看淡了，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，人啊，不要为难自己。也许他娶了别人选择更多，但别人又不是我，我圆圆永远是最好的宝贝，我永远爱我爱的人，也永远值得被爱。我被乔宇约了出来，当初怜弱少女，此时挺着大肚子更怜弱了。她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我也没说话，慢慢喝着咖啡。一杯咖啡喝完，我要走，她才急了，一把拉住我，求求你，帮帮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的孩子是进城的，他说只有我睡了，晋安他才愿意娶我。我沉默了，破案了，进城，很巧，也是熟人，晋安同父异母亲弟弟，也叫非婚生子。早年被晋安送去国外了，没想到这回过来了。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看着乔宇有些烦躁，我当时只是把他弄了进去，我什么也没干，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，结果进城又逼着我来找你，那份证明是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。他们说你人最好了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月份越来越大了，我不想让他一出生就没有爸爸。他说的可怜，我却越发的烦躁，这些和我有关系吗？可是他的呆滞让我更加的烦躁。好好养养身子，你太瘦了。进城他喜欢瘦的，为了我的爱情，我不能变胖。你要是说要钱我还理解，可你都这样了，如果是要钱会有更好的法子。所以只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爱情单纯折磨自己吗？还有一个人的爱情真不叫爱情，叫找罪受。我理解你，同情你，但你最好离我远点。我走了，走好远还烦得厉害，原来以为是拿黑料要钱的，结果是恋爱脑，可怕。好好的身体被自己摧残坏了，大好的青春被浪费了，真服了，不要给我活着都难，你却觉得爱情高贵。晋安到今年28了，我老婆小我1岁，27。今年是我和我老婆认识22年，老婆的生日上跟我说，她想试着离开我一段。她说在一起太久了，她想试着如果没有我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这是一个测试，是她对自己的测试，有点残忍，还让我陪着她一起测试，更残忍。但没办法，感情需要波动，我们都需要一点分别来更好的证明我们离不开对方。我很爱老婆，我老婆聪明稳重却又自由活泼，她永远有自己的选择和人生。她没了我一样会活得很漂亮，可我离不开她。我的感情没她那么丰富，没有她在身边，好像真的要缺了一块一样。我爸有10几家夜店，我几乎从小都是泡在夜店里长大的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女人，比我老婆好看的，年轻的很多，但我眼睛总是忍不住追着我老婆，身旁经常有人夸我是好男人。这就是好男人吗？仅仅是克制住欲望罢了。人和动物的唯一区别不就是感情高于欲望吗？我不想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我也不想说我有多爱我的圆圆同学，我仅仅是不想对不起自己的感情罢了，我仅仅是想当个人罢了。和那些人不一样，我和我的圆圆同学会在一起一辈子，而我真的不想毁了我们俩的一辈子。有人不理解，似乎有钱人的生活就该是乱七八糟的才对，包括我爸我妈那2个高调的富一代也是乱七八糟的活着，两人拿着结婚证却又同床异梦，表面亲亲爱爱，背后又个玩个的。说实话没意思，人活得这样挺没意思的。说句俗话，钱真的能买到很多东西，
但我不喜欢那些冲着我钱来的。我爸妈不负责，我没被爱过。我想被爱，我是个人，我是有感情需求的人，我太需要有人来爱我这个人。还好我这人打小就聪明，我6岁看圆圆同学的第一眼，他说他也是小孩，没有糖。我当时满脑子就一句话，好巧，我也是小孩，我给你糖，看看我好不好。我的圆圆同学是个好孩子，打小就好，认真懂事，十分富有同情心。似乎他总能看透我的卖惨，却又忍不住抱着药箱过来。所以我爱我的圆圆同学，人都在追逐美好，而我的圆圆啊，本身就可爱极了。话说，我和圆圆同学在一起，可是圆圆同学表的白。我大圆圆1岁，我上大1那年，他才高3，我去外省没几个月，家里的狐朋狗友给我打电话，晋安，快回家，你媳妇，我儿媳妇被个王八蛋追了。我当时站在阳台蹙眉，圆圆这么漂亮，很正常，长得真的很帅，帅的跟你这个狗比不相上下，都快把圆圆追到手了。我今天下午到家，我倒要看看什么品种的癞蛤蟆敢碰我的小天鹅。到家看了，那张脸长得真好啊，一眼看过去跟我8分像。我磨着后槽牙，恨恨走近才发觉我居然比他矮了1公分，整整1公分。我当时就怒了，但还好我健身，他没打过我，打到最后，他从牙缝里蹦出了一句，哥，我叫进城。我一噎，拎着人就回了家，我把人送到我爸面前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不问哪来的了，你给我送出国。晋安，如果你还是我儿子，对你弟好点，别在这会谈感情，你要真把我当儿子，就不会有他的存在了。送出国，送不出去，到我自己送就没这么软了。我说完出了门，郁闷的在家门口抽了根烟，反应回来又回房间刷了个牙。我去见了圆圆，还顺手偷了家里那位小兔崽子的校服。我顺利混进学校，我问了班级，顺利找到了圆圆。圆圆在写作业，我在她前边坐下了。她没抬头，声音淡淡的说，滚。我看着她的试卷，乐呵呵的伸手，这个地方错了，生物3 158页。她抬头看着我，蹙眉散开，晋安，圆圆同学。她放下笔，扯着我出门了。天台还没什么人，她看着我，风一吹，我下意识摸了摸烟。她微微皱眉，晋安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收回了手。你会抽烟了没啊？我略微心虚，于是决定先发制人。听说你谈恋爱了。晋安，你要没病就给我好好说话，什么叫我谈恋爱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圆圆很烦躁，仿佛我在说一句不好听的，她都能捏着我脖子跳楼。完了，圆圆高3压力太大，炸毛了。我离天台远了点，小声道歉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怕你被那个小蛤蟆勾引走，我就没忍住回来看看。吸烟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偶尔见一些人，需要跟人打成一片。跟我有关系吗？圆圆，我想你了。啊，男人。圆圆，我想抱抱你。呵，一个已经去外地上大学的男人，能不能离高3学生远一点？好吗？完全炸了。我握着他的手腕，被他甩开了，我又去握，他咬了一口，手腕很疼，但圆圆哭了，那种闷声的哭泣，带着委屈。他放开后，我小心帮他擦泪，听他抽泣着说话，晋安，我不想跟你考一个大学了，很累，我学不懂物理，我每次都考不好，不学了，好乖乖，不学也没关系。他本来还想说，听见我这话又哭得更厉害了。真王八蛋啊！为什么你能学会，我学不会？我也不会，当初也是强撑罢了，我请假回来吧，我教你怎么强撑着学一点。晋安，有人追我。我知道，跟你很像。我见了，我要接受他的追求。说晚了，已经把人送走了，这会已经送到非洲食人族了。上课铃打响时，我送他回教室。下楼时已经迟了，没什么人了，我们俩一前一后走着。他走到一半忽然回头，你的新学校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什么？我反问。他缩在校服里没有说话。我乐了，有的话我就不这么着急回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爱回来不回来，你爱找更好的找更好的，一辈子不回来都行，死在外面都行。我没
好姐姐，别骂了，别骂了，我在学校里等你放学。许久，他回头瞧着我，晋安，我喜欢你。有人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话，脑子反应过来的一瞬间，我那一颗心一瞬间乱跳，快炸了。他转身想走，四处无人的楼梯，我几乎就是一把抱住了他。他回头看着我，忽然表情变了，那个表情难以言喻。他张口却是一句，老师好。老师对着圆圆摆摆手，你先回去上课。圆圆点头走了，然后我进了老师办公室，那天风格外的大。我活到19就抱了一下女朋友。圆圆的班主任，一个40多岁秃头男性，拿着保温杯整整骂了我40分钟，最后骂不动了，让我叫家长。我活了20年，第一次被叫家长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从哪解释的好。我给我爸打，我爸不知道在干什么挂了。我和我妈打，我妈说她有事，也挂了。后来圆圆下课了，她借我的手机给她爸妈打了电话，然后打完她又回去上课了。圆圆爸妈来了，看着我，圆妈听完老师的话乐了，抱歉啊老师，这个是我们家圆圆的童养夫，现在在 A 大。老师在听到童养夫愣了一下，然后听完 A 大忽然收了声，手指敲着桌子，我记得圆圆同学的理想也是 A 大。是啊，俩人一起长大，感情一直很好，但这里是学校，之后多多注意吧。他是理科吧？圆圆同学的物理可以多多辅导一下。出了办公室，就听里面有人笑着感叹了一句，果然有钱真的能为所欲为啊，人家姑娘这童养夫挑的可真不错，我家姑娘找个这样的我就安心了。我对上刚下课的圆圆，瞬间昂首挺胸。后来我又给圆圆父母写了份检讨，检讨我抱了一下女朋友这件事，检讨到最后，我极为深刻的道歉，我不应该19岁就想抱一下女朋友，但这话不能写得这么直白，所以我写了另一句，对不起，圆圆同学，虽然欲望应败于感情，但你应该是我的唯一。圆圆不能怀孕，她有遗传性心脏病，她小时候发烧进了医院，我还记得她妈妈焦急的模样。后来她妈妈跟我说，要留在她家就不能惹圆圆生气，我下意识问为什么，她妈妈顿了一下，她会死掉的。我小时候特别怕圆圆生病，生怕她哪次生病就死掉了，但她自己从不在意，反而越长大渐渐有些好转。圆圆性格很好，她长大后几乎很少发病，这让人总是很容易忽略这一点。可我不敢忘，我更不敢尝试。医生说，圆圆这个情况如果怀孕，有50%的概率母子平安。我听完第二天就去结扎了。一个正常人是没必要为了一个还不存在的生命去赌媳妇命，而且这对于我太残忍了，毕竟世界上也就这么一个圆圆，我也就一个媳妇。他好几次话里明里暗里都是，如果有一天有意外，我要自由一点，离开他我要好好的。犯什么傻呢？我要真能好好的，用得着这么麻烦的暗示吗？乖乖，别闹，真的不想我难受的话，要一直留下来才好。